非常的诡异，诡异的红啊！这个红色不是正常的红，不是正常的往下的红色，发散上来的区域。嘿，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9日，洛杉矶的这个山火已经烧了，应该是从7号开始烧的，今天是第3天，窗户上都是落了很多这种洋灰。我们家应该离最近的那个着火点，我估计应该有个20来公里吧。它那个扬尘都是可以飘到我们家再来的，停在这里院子里的车基本上都会有厚厚的一层洋灰。很明显，天上的这个扬尘特别多，特别是靠北部的这个山这一块。现在看它的风向，应该是由北往南吹的风。我现在是在210和605交汇处旁边的一个 plaza， 现在应该隔那个艾顿火灾的那个地方，大概就是10公里吧，10几公里。现在就很明显可以看得见。非常大的浓烟，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落下的那个扬尘，像那个火山灰一样的，慢慢的往这边飘落。那个风向是从北边往南边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扬尘带。刚刚在这里航拍了一下，那个山火就在那个位置，准备开车往那边过去。我就怕车驶到那个里面去之后，其实拍不了多少东西，因为它可能就跟那个雾天一样的，外围先拍一下。然后刚刚在这边拍的时候，因为我也无人机不敢飞太高，在美国的法定是120米，只能飞120米，因为再高的空域可能是直升飞机。刚刚有好几架那个电视台直升飞机在这里巡逻，在这里做现场直播吧，应该是。我怕对他们的飞行产生一些不安全的影响，所以我没搞飞太高。好，我们再往那边走一点。现在我们开的这条路是66号公路，66号公路是靠北边这个山脉的，也是很悠久的一条公路，所以这个旁边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些小趟 hunting 的 driver， 实际上就是老的66号公路。现在已经进入 Arcadia 区域了。Arcadia 算是华人住的比较多的地方，然后这边的平均收入也还挺好，感觉是乌云压阵，直接压在你面前。往北看，这个山脉的背面就是着火点，虽然看不见明火，但是可以看得见非常大的这个浓烟从山脉的后面往上蔓延，然后北风一直把这些燃烧过的木屑往南边吹，所以这边的空气质量应该会非常的差，还是会很影响这边的人的正常生活。前几天这个风吹的这个树都已经倒了，刚刚我们把它扶了一下，固定一下。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那这次的火灾主要是因为这个风太大了。这边应该叫圣安娜旋风吧，就是风刮得特别大，树都可以刮倒，所以那个上面就起很大的火。Yes. Ready? Yes. Ready? 1, 2, 3. Boom. So cool. 你看这些大树都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小树都被吹倒了。待会儿往那边再走一点就是帕萨蒂娜，燃烧点就在西北面、北面这一块。所以那个风如果是往南刮的话，肯定是可以刮到我这一块来，但是现在应该是往西南刮。西南刮的话，就是会到帕萨蒂娜这一块，然后去 LA downtown 这一块。这路旁边的很多树枝都被吹下来了，旁边还掉落了很多残枝烂叶。前2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今天的风相对于以前小了很多。我应该是会有助于灭火，因为这边的很多灭火都是靠
飞机、直升飞机和那个固定翼飞机。如果你风太大了，你其实是很难去作业的。你光靠人力的话，你看这么高的树，你根本很难去扑灭。这个旁边的路灯都被吹下来了。祈祷。现在是在阿尔塔蒂娜，阿尔塔蒂娜就是那个艾顿火灾点的那个西南方，就是隔一座山可以看见，那个着火点就在这个山后面。基本上这个山都是秃的，所以我大概率估计它那个着火点只会在那个山沟里面烧，它应该烧不过来，因为它没什么可燃物嘛。这边的群众应该还是比较安全，因为这里离得比较近，然后有山遮住，所以它那个尘埃直接可能从天上就飘过去了，又飘到那一边，所以这边的空气还显得稍微好一点，能见度啊，低空的能见度也还行。你看往那边看可以看得见，往这边看也还行。非常粗的这个树枝都会被吹下来。这边是帕萨蒂纳 City Hall， 看样子这个散过来的这个尘埃并没有对这里有多大影响，但实际上这个空气质量我觉得还行，能见度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加州的这种比较好的能见度，只不过是看着天是灰蒙蒙的，就这一块。靠近华人区这边的这个火灾对这边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可能主要还是空气和能见度的问题。并没有那个火并没有烧过来，不像那个帕利萨达那边直接把那个社区给烧掉了。不知道是还在新年的假期还是什么，反正没有平时那么繁华，人很少，非常少。星巴克也关门，因为天气原因。我估计这个附近的门店都没开，就是因为颁布了这个紧急的天气这个警告。现在准备去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观察一下。到了这个公园，的上面就是一个观景台，视野会非常好。现在往那边走一点，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的这个全景，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好的视角。我在这附近，它就来了一个火灾警报。现在1月9号的4点，下午4点。这个正对的方向就是洛杉矶的downtown，在downtown的旁边，这个靠左边北边一点，那边就是好莱坞。现在我看这个信息上写的，好莱坞的那个明火已经扑灭了，现在应该就是一些烟。然后再往这边来，这边这是靠海岸线那个山的另外一头这一块就是帕利萨达区域，那个路全是封住的，那边还有火警预警。然后我们回过来往downtown的东北面艾德丹娜那一块还有火警预警，那边还是有明火的。等于说现在的洛杉矶的明火主要集中在帕萨蒂纳和阿卡迪亚东北边那个艾德丹娜那边那一块，然后好莱坞这一块的应该是已经灭了，现在暂时还在冒烟，不知道会不会复燃，希望一切都安好。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帕利萨达那一块，因为那一块是靠海，然后也是在山谷里面，那个消防车也不太好进去。我现在准备去圣塔莫妮卡那边看看那边能不能看见那边的情况。然后整个这个洛杉矶这边的城市的秩序都还是比较良好。整个东边这边其实是一个航道，平时会有很多降落洛杉矶机场的飞机在那边排队往这边降落。好像洛杉矶机场它把那个航道给改了，就是朝这个方向起飞。平时是从那边降落嘛，因为可能燃烧的这个烟太浓了，所以它临时就把这个航道给改了个方向。降落的话，你是需要缓慢降落，所以让飞机从海那边往这边降落，然后你从这边往东边起飞了之后，它可以赶紧爬升过这个烟雾弥漫这个空域，相对安全一些。
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大概看的一些情况。现在是朝西北开，从我的汽车空调出风口出来的风，现在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杂质的味道。这个已经不叫晚霞了，这个叫埋霞。整个这个海岸线，这个太阳的红色非常的诡异，诡异的红啊，感觉是恶魔降临人间的。这个红色不是正常的红，不是正常的晚霞的红色。我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会很不舒服，整个那边就是烟雾发散上来的区域。燃烧之后的烟雾和灰烬一直往西南飘入大海。今天夕阳诡异的红，因为那个上面的那一个云带其实都是灰烬，里面很多那种房屋啊，还有那个树木烧过的灰烬在里面漂浮，所以它呈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红，红的让人有点后怕。把镜头放往北边，看看帕蒂萨达那边的烟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威尼斯海滩，威尼斯海滩北边那个 pier 有摩天轮的那个 pier 就是。那个是圣塔莫尼卡海滩，那边就是圣塔莫尼卡的一些建筑。圣塔莫尼卡的北边就是帕蒂萨达，在山后面。那边的路全是封闭的。把镜头拉近一点，那边，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1号公路。1号公路上会有一些消防车和警车的这个闪耀红灯那种状态，那边是封路的状态。等于说，从1号公路往帕蒂萨达和从右边往帕蒂萨达的路应该都是封住的，只有消防员和那个警察那些工作人员可以进去。咱们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给他们添乱。今天也是临时的出来，大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在的情况。现在是狂风和山火后的第3天，因为现在的风速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这个火没有过度的蔓延，大概都是在控制在山谷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吧。希望大家听到那个警报了之后，一定要提起精神，观察周边是不是着火。如果是有安全问题，一定要及时撤离。海边好像快起雾了，这个雾夹杂这个灰烬混合在一起，应该会很难受，所以就不拍了，准备回去。今天出来看了这些情况，大概因为是风速已经下降了很多，昨天和前天7号和8号的风速非常大，所以它那个火势蔓延得非常厉害。今天的话，应该它都控制在这个山谷里面，没有再往外面蔓延。我在外围看到的只有一些烟雾。2025年洛杉矶有一个这么诡异的开始，希望后面不要有太多的灾难，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希望加州政府能够吸取教训吧，希望洛杉矶政府也能够吸取教训，在这个社区防山火这个方面多做点努力。虽然今天晚霞很美，但是这仿佛是地狱魔鬼开的一扇门。California sun's got nothing on the way you shine. Sounds kinda dumb coming out of a mouth like mine, but you got the good stuff.
you made of. I've got a whole life I want you to take up. We had a good run, I wanted the long one. It's the right thing at the wrong time. It's the wrong thing. Why does it feel like I die without you? If in the next life we'll have a good run, how come you stepped into this one dressed up looking like a dream?